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共政府在搞一个空前的社会经济大实验，中国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财富大转移时刻。疯了，股市和股民都疯了。虽然我在上期9月28日的节目中明确表示，中国股市在中共新的刺激政策下一定会开始一轮暴涨，但是中国股市暴涨的疯狂程度还是把我给吓住了。中国因为11假期，在我上期节目后只在9月30日交易了一天，就那一天就暴涨超过 8%。 在截止9月30日的5个交易日中，沪深300指数累计涨了 25%， 是过去22年最疯狂的一轮暴涨。在中国股市停止交易的4天中，和中国股市沾边的概念在中国以外的股市都在疯涨。香港的恒生指数在过去5个交易日上涨超过了 11%， 其中香港各个券商的股票涨幅更加疯狂。在头3天，申万宏源香港就直接涨6倍，其他大券商的涨幅也是从 35% 到 400% 不等。日本交易所有一个 A 股南方中证500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在10月4日早盘就暴涨了 115%，在过去15个交易日更是暴涨了 1300%。 这个疯狂被中国财经类媒体广泛报道。这个交易基金的总额只有79万美元，交易数量也很少。很多人推测，交易这个基金的可能主要是一些在日本生活的华人。一些中国股民在网上居然号召中国股市在11也取消放假，让证券公司开门给大家。有网友戏称，把自己的孩子挂到闲鱼上，把车子挂到瓜子二手车上，把老婆挂到四季家园上，把房子挂到贝壳上，用所有的办法搞钱，就是妻离子散，这次也要在股市上大干一场。一个网友说，他早上去买早餐，周围几个大妈都在聊股票，他的朋友圈也在讨论如何融资买股票，而且大家都预测等到10月8日中国 A 股开市后肯定要涨停。于是有人到处在网上询问，如果8号 A 股开盘大盘直接涨停，我没有机会买入，上不了车咋办？这种种现象过去都是在一个牛市的末期才会出现，但是这次却在中国股市刚刚反弹不到2周的时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人类股票史上应该也是第一次。这次中国股市疯狂还有另外一个奇妙的现象，无论是中国国内的一般老百姓，还是国际上的经济专家，绝大多数人都对中国经济的远景，特别是中国的房地产的远景不看好。很多人对中国股市的长期投资作用也持严重怀疑态度。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大 V、中 V 和小 V 们，这些日子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是这轮大牛市的开始，大家应该大胆买入中国股票。这看上去非常矛盾的2个分析结论，背后有2个关键的逻辑支撑点。第一，如我上期节目中提到的，中国股市从来都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在大多数时间都是脱节的，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可了。第二，大部分中国人目前坚信，他们自己有足够的智慧，知道未来在哪个时刻点应该从中国股市跳出来，从而保证自己能够吃到这次牛市的红利，而又不会被随后的熊市给吃掉。今天我就想讲2个方向。第一，从中共政府这个角度讲，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第二，从个人的角度上讲，具备什么素质的人可能在这次中国股市的红火中不被烧到，甚至可能真的从火中吃到一些烤熟的毛栗子。我在上期节目的留言区特意置顶了一个声明，那就是大家千万别把我这个频道当做什么投资指南频道，我绝对不敢这么大范围的给人提供投资建议，正确的投资建议绝对要保证个性化。一些自媒体人会明确建议网友不要进入中国股市，说那是骗人钱财的韭菜地。我不敢这么直接给人投资建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听我节目的人，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于那些
资金雄厚的人，100万就是个零花钱，人家决定投到股市里玩一个心跳，有何不可？而对于另一些人，眼看就付不起房贷，面临房子要被银行收走的情况下，抱着反正都是一死的心态，人家想去股市赌一把，我又有什么资格拦着人家不让去呢？但是我相信，无论你目前个人处于什么人生境地，认知最终决定命运。我的频道叫杰森视角，我节目提供的是我对各种话题经过研究、分析和思考后所得到的视角。我做这个频道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这个频道和天涯海角的朋友相识并结缘。言归正传，首先，中共这次到底想干什么？在上期节目的留言中，很多网友提出中共这次刺激政策和美联储降息息息相关，甚至有人说这是中共对美联储进入降息轨道的一种应对。美联储开始降息对中共这轮刺激的政策可能提供了一点外在关联，但是绝对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首先，美联储开始降息确实为中共出台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更便利的汇率环境，因为在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条件下，中共自己也可以放心降息，而不用担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大幅度贬值。另外，也有人分析说，在美联储降息的背景下，中共这边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政策，特别是刺激中国股市的政策，这样的时机有利于把一些国际资金从美国吸引到中国，或者是和中国相关的股市上。甚至网上有人用最近香港交易数据来佐证这个观点。10月2日晚间，港交所数据披露，摩根大通银行于9月25日增持招商银行 H 股9亿港元，9月26日又增持18亿港元的中国平安 H 股。10月3日晚间，港交所数据再次披露，9月27日，摩根大通再次耗资超过41亿港元买入多个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企业的股票。但是有人分析说，从这轮操作的果断性来看，这些表面来自摩根大通的买单，背后真正的买家不一定真的是欧美的那些财团，更可能是那些已经融入欧美体系的中共红二代、官三代。他们在得到确凿的内部消息确认后，就果断地把自己以基金离岸信托的方式托管在高盛、摩根大通等海外银行里的钱，以这些海外大银行的名义出手购买中概股和港股，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将又是一轮收割中国财富的机会。现在中共还希望靠什么经济刺激政策，靠什么利率和汇率差从欧美吸引大量资金，其实已经非常难了。中共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和金融领域和8年前的国际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当今世界在乌克兰和以色列战争的背景下，再加上中共在台湾海峡、东海以及南海的持续多年的强硬态度，中共在主流世界已经全面树敌。欧美日等国跟中共的冲突已经不掩饰了，他们都公开发表过官方文章，把中共表述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之一。中国周边的印度和东南亚等国也因为边界问题跟中共貌合神离，就连中共圈养了60年的北朝鲜最近都公开跟中共翻脸，公然把中国称为宿世之敌。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酒肉朋友，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大量消耗中国人辛苦赚来的外汇。中国目前被迫和俄罗斯、伊朗这样的国家站在一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就是有些西方投资人还感觉中国有机会，和这些地缘政治风险相比，也会让他们对投资中国退避三舍。以胆子最大的风险投资领域来说，2023年和今年，海外对中国的风险投资几乎枯竭了。截止10月，今年海外对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只有可怜的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0%。而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都有超过140亿美元。美国长期投资人的顶尖人物巴菲特，过去很多年一直很青睐中国。2008年9月，他购入了2.25亿股比亚迪的股票，但是他对投资中国的态度在过去2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
2022年8月开始，巴菲特就连续近20次卖出比亚迪的股票，最近一次是在2个月前。累计巴菲特已经卖出了约70%他持有的比亚迪股票。而与此同时，10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巴菲特将通过购买日本大型银行和航运公司的股票来大举投资日本股票。从常规价值的角度看，中国股票的价格似乎显得非常低，而日本的股市最近刚刚涨到它30多年来的最高点。以价值投资为毕生投资原则的巴菲特，为什么此时放弃中国股市，进军日本股市呢？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不仅仅限于金融和经济领域的计算。所以说，如果中共真的是想借美联储降息，利用这轮刺激政策来从海外圈钱，成效显然应该是微乎其微的。而且美联储降息的速度和降息的轨迹也绝对不是人可以预测到的。例如10月4日，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新增工作数量超出所有经济分析师的预测，美国失业率再次下降。因此，美联储一位前高级官员公开表示，美联储最近9月份一次性降息0.5%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很多经济分析师也纷纷收回自己此前对联储利率进一步下调的预测。因此，任何认为中共政策是基于美联储降息的说法，都是经不起详细分析推敲的。对中共这轮刺激股市的目的，另一个解读是，中共希望以刺激股市为突破口，用股市引发的财富效应来刺激中国人的消费。没人能阻止中共去做这样的梦，但是这样的梦想能够成功的概率又是微乎其微的。其中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房地产。和中国房地产拉动中国消费的效果相比，中国人在其他领域，包括旅游啦、饮食啦等等，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如果中国房地产领域持续下跌，因此造成中国消费领域的亏空，中国其他消费领域就是增长也根本填补不上的。就是在中共最近出台了一系列刺激中国房地产的金融和财政政策之后，海内外对中国房地产的未来的共识依然是中国房地产基本是死翘翘了。10月2日，《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人口不断减少，中国住房过剩问题难解》的文章，再次总结了中国房地产的那个死亡基因——中国的人口问题。目前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是 95%， 领先世界所有的大国。但是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学家的保守估计，中国有9000多万套空置住房，其中6000万套是被人买下后空置着没人住的。光这些空置的房子就能够住近3亿人。中国的空置房子够装下整个巴西的人口，剩下的房子还够住下一个加拿大的人口。就是中国现在停止建任何新房，同时中国人口保持持续增长，让这些空房住上人也需要很多年。实际上，中国人口现在已经进入快速下滑的轨道了。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未来30年中国人口将减少 2.04 亿。到那时，中国总人口是大约10亿，但空置的房子却够住下5亿多人，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生活场景。当然，中国人口的萎缩不是均匀发生在中国的每个地区和城市的。中国49个1、2线城市中，有一定比例的1、2线城市的人口应该还在增长，因此这些城市应该还能消化一部分正在建设中的新房。因此2024年中国预计还能售出 5.5 亿平方米的商品房，但是这个数字连2021年销售量的1/3还不到。根据2020年到2023年的数据，中国49个1、2线城市中有 20% 的城市人口已经在萎缩了。宏观看，中国目前1、2线城市现有的住房数量已经远超这些城市的居民家庭数量。花旗银行研究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1、2线城市中，大约有 74% 的家庭拥有1套以上的住房，近 20% 的家庭拥有3套或更多的住房。更惊人是，人口开始萎缩的中国1、2线城市的比例增加得非常快。就在2020年前，
中国还几乎没有一个1、2线城市的人口在萎缩，短短3年后，这个比例就达到了20%。保守估计，今年这个比例可能会超过1/4。中国1、2线城市的房地产都是这个惨样，中国的3、4、5线城市的房地产基本现在就已经是死翘翘的状态。中共共计有33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其中87%的城市是被划为3、4、5线这样的中小型城市。根据2020年到2023年的数据，其中超过60%的3线城市人口在萎缩，大约80%的4、5线城市人口在萎缩。上面列举的这些数据都是从中共公开各种渠道中分析出来的，现实只会比这些数据展现的更加可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一切试图刺激经济的措施都将毫无悬念地落空。今年5月，中共就公布了一个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所谓一揽子救助计划，其中中共央行表示将会为中国所有的银行提供人民币3000亿的低息贷款，让他们专门用于给中国的党有企业贷款，供这些企业用于购买中国空置的房产，并把这些房产转化为保证性住房，用收房租来慢慢偿还贷款。但是截止6月底，你猜全国各家银行使用了央行提供的这3000亿中的多少呢？仅仅使用了这个额度的4%。因为企业也不傻，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房屋租金实在太低了，就是你银行白给贷款，企业做大房东也没有什么利润。因此央行这次提出的3条和房地产相关的货币政策基本无人问津，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房地产已经死翘翘了，什么救助房地产的政策基本都是空招。因此那些说中国这轮刺激股市是指望中国人会把从股市赚的钱投入房地产，去买新房子，以此推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内部消费。10年前可能有中国人这么干，但是现在还会这么干的人基本都是属于认知或者是智商有明显问题的人，这类人基本不可能在中国股市赚到钱的。那么中共这次刺激股市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我反复认真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想和那些总是认真琢磨中共在下什么大棋的人开个玩笑。一直理性跟踪中共过去这些年决策过程的人都知道，中共近期的多个所谓大政方针的出台其实非常简单，各种方向性的政策调整，归根结底其实都是习近平思想出了突变。那些政策是中共官员在惶恐中对习近平的新思想和新要求的所谓应对措施。我在上期节目中详细对比了习近平在7月和9月这2个只间隔2个月的政治局经济会议上的思路，发现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认知在这2个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我们无法推测他的思想转变的具体时刻，但是从中共的财政政策都来不及和央行的货币政策配合出台这一点，我推测习近平认知转变的时间点应该不会比9月24日央行出台政策之前早太久。回看习近平近期的讲话，我发现中共媒体在对习近平9月12日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展现出2个奇怪的地方。那个会议是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主题是什么？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这种通常是打酱油的会议上，却特意报道习近平下面的那段话。习近平最后强调，抓好3季度末和4季度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一个以环保生态主题的会议上，习近平居然跑题地提到对3季度和4季度的经济工作的要求。另外他讲话是第3季度就只剩10来天就结束了，第3季度的经济状况应该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习近平却在这个9月中旬的讲话还特意强调3季度末的经济工作要求。这2点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显示习近平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知突然转变，而且是真的急到了只争朝夕的程度。果然，习近平那次讲话的12天后，央行就在24日出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货币政策。14天后，习近平就让每月例行的政治局会议
破例再次聚焦中国经济。再加上中共利用媒体透露的未来财政刺激措施，结果就是这三重组合拳直接打出了这一轮中国股市的疯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9月24日公布政策时的状况，也充分显示了中共央行这次出台政策的过程非常仓促，但是目标却非常明确。特别是在刺激中国股市的那2个央行政策上，潘功胜对政策的表达方式非常奇怪，是那种不刺激起来不罢休的状态。什么先来5000亿元，只要有效可以再来5000亿，甚至可以再搞第3个5000亿，都是可以的，都是开放的等等。我还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大国的央行用这么不着谱的说法出台这么大的一个货币刺激政策。显然潘行长这次是被来自习近平的突然的经济新要求给刺激的够呛。我在上期节目中详细分析了在央行出台的4组政策中，降准、降息、刺激房地产这3项，此前其实都用过了，而中国经济对这些政策基本就是忽略不计。因此潘行长能够实现习近平的要求，把中国经济搞出点动静的，就只剩下第4组刺激股市的政策了。因此在这一点上，潘行长知道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么股市被刺激起来以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我相信潘行长也没想那么远，但是他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习近平要求中国经济年底必须达标，按照目前中国经济一潭死水的状态，实现习近平的经济死任务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给股市扔个炸弹。中国人的心是最容易被激荡起来的，人心就是股市，人心起来了，股市就起来了，股市起来了，也许股市还真能吸引点外资，能刺激一下消费。就是这2点做不到，也至少能让中国老百姓把他们存在银行的存款拿出来，投入股市，钱一旦进入股市，下面就好办了。据估计，中国股市每上涨1000点，中国股市中的财富就增加25万亿。这些钱对于资金链出现断裂危机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和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巨大的利好消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最便利、最不会引发民怨的集资方式。毕竟投资股票是每个成年人的个人抉择和行为，这样一来，以前地方政府依赖的土地财政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被股市财政给补充上。换句话说，这次中共用极端不寻常的方式把股市激荡起来，就相当于是在做一个社会经济大实验，给中国股市扔一个炸弹，看能把一潭死水的中国经济炸出个什么新气象。如果中国经济因此被刺激起来，那最好；如果刺激不起来，至少能让中国人把自己放在银行存款账号上的150万亿元的一部分拿出来，为地方政府形成新的股市财政，来替代已经死去的土地财政。历史上还没有看见哪个国家单纯利用刺激股市成功扭转下行的经济趋势的。1990年，日本央行也尝试过通过放水救股市。在日本股市持续20年大跌趋势中，从1998年底到2000年，日经指数竟然也出现了当年持续上涨50%的惊艳表现。但是随后日本股市依然再次回归下跌，随后创出历史新低，日本经济也继续了随后10多年的低迷状态。下面我把视角从国家和政策层面聚焦到个人财富层面。从目前这次股市的疯狂程度，中国股市无论下一步如何发展，中国都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财富大转移时刻。如果你在中国以外居住过，你就会意识到中国社会有一点很可怕，无论从文化、思维、价值观、媒体、社交平台等各个方面，中国社会都是高度的整齐划一。这样的社会便于中共管理，但是这样的社会却有一个后果，那就是非常容易出现社会情绪共振，很多人会同时对一件事情感兴趣。目前中国的股市就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共振点。在中国国内生活的人非常难逃脱这种社会共振点的影响，
哪怕就是一些人因为恐惧，初期不敢进入股市。如果这轮股市持续疯狂下去，看到周围的阿猫阿狗都在股市中赚了10万100万，还能有定力一直坚持置身于股市之外的中国人，可能真是寥寥无几。因此，与其不断强调这轮股市未来会多危险，不如和大家聊聊如何降低在这一次财富洗牌中成为大输家的概率。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大环境下，股市其实是一个零和游戏。我在上期节目的结尾时讲了投资和赌博的区别。美国股市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上的，所以你不必要每天去看。如果你买一个大盘指数，20年、30年后退休时，你自然会有一个可喜的回报。而中国股市和经济面基本没关系。对比美国和中国股市的长期曲线图，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中国股市是一个情绪市场，可以今天疯涨，明天就暴跌，而且不保证长期涨。因此，如果你站在股市的一个高点上，10-20年也涨不回来，绝对是亏定了。很多过去在中国股市中亏得血本无归的人，最近在互联网上做视频，给那些急于入市的新股民很多理想化的建议。例如，给自己设立一个投资收益目标，达到目标了就收手，从此不再看股市，或者是当股票涨到一定时刻，把自己的本金拿出来，然后留下获利的部分在股市继续搏等等。这些都是这些吃过大亏的人的真诚建议。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些建议太过于理想化呢？在进入股市时，能够对自己的整体投资有个理性规划，然后又能不被贪婪或恐惧所左右，坚持自己初始计划，需要的不是智力，而是定力。虽然巴菲特的长期投资策略不一定适合用于投资中国股市，但是他的一些投资理念依然很值得借鉴。20-30年前，在他成名不久后的一次采访中，巴菲特就表示，他投资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他的智力，而是他的情绪控制力和定力。他开玩笑说，他住在周围不远就是玉米地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而不是纽约华尔街附近，这对他的财富也是有很大的正面影响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建议中国投资人把耳朵关起来不听不看，恰恰相反，中国股市是人心市场，所以要了解中国股市，就需要了解中国股民的人心趋势。我只是希望大家清楚一点，中国股市是一个极端考验人性的市场。投资中国股市，首先你千万不要相信有什么专家可以帮你预测未来，唯一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你能不能控制你自己？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恐惧？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贪婪？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不理智？但是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人能做到有定力，通常就是这个人在内心真的能放下钱财这些身外之物，这本身看上去甚至都有些矛盾了。最后，可能有朋友会问，杰森，既然你认为中国股市近期一定会涨，你会进入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绝对不会。我更倾向于不用太操心的投资美国股市和债市。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